青涩的15岁，是忙着打电动、忙着欢乐、享受青春的年龄。可是这一切对伟鸿来说都是多余的奢侈。2009年，原本幸福的小康之家却遭逢巨变，生活顿时从天堂掉进了谷底。面对这骤然的无常，只有15岁的陈伟鸿是如何坦然面对和克服呢？我妈妈是在生我的时候就患上糖尿病了，后来生了一些无头苍，医生就劝告我妈妈开刀，可是很不幸的是，开刀完之后就细菌感染，结果肾衰竭，就这样走了。虽然积极面对生活，但上天给予伟鸿的考验似乎没有松懈。妈妈亡身后的同一年，爸爸也证实患上了柏金森，无力再继续拼事业，家庭经济中断后，一家人的日子离安逸越来越远。现在我家只有我和我爸爸一起住，我们家也不像以前那么开心了。现在我2个姐姐因为要扛家计，就早早就要去做工，然后到晚晚才回家，而且住在我阿姨家，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家现在是很少坐在一起吃饭的。现在我必须学会独立，因为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要照顾我爸爸。我现在的角色是由被照顾的人，变转换成要照顾人的人了。我觉得我是比较像混合了隔离跟讨好，因为有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自己跟别人隔离，可是有的时候在social的时候，我就会比较融合大家啦，就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像混合这2种类型，就很矛盾的类型。我就会敬而远之啦，我不会好像特地去远离他，可是我就是会敬而远之，然后也不会去跟他做朋友，就不会特意去跟他做朋友，然后可能有一些可能有事情啊还是什么的时候啊，需要面对他的时候才会去面对他，然后如果是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不会，就当他是透明这样吧。那你平时在 KL 也是会找吃的吗？也可以这样讲，因为我蛮喜欢吃啊，所以我就常常去看哪里有东西好吃啊，自己拿自己当白老鼠哦，就可以什么东西好吃的啊，然后再回来推荐给朋友啊，跟他们讲哪里好吃的可以去吃吃看哦，类似这样。有吃过什么最好吃的 KL？还是什么？KL 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如果说吃的话，应该是外面吃的话最好吃，给我称下，因为吃过太多东西。面的话就是板面。在哪里？Chowking。Chowking 那边后面有一个开很久的板面档，超有名的。是有历史性啊。对，它也是很有名那种，所以就很好吃。然后还有说 curry。锦江不是锦江，东宝路那边有一个麦干也是很好吃。然后大概是2个地方，然后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其实大家没有学出来，可是就会尝试啊，就可能你看大家没有学过啊，可是看到他店却很热闹，很多人在排队啊，可以去试看看。我就每一次找这些店来试看看。
Our love was a weekend on the water. Silly me.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节目介绍说在台湾啊，对，我好像可是在马来西亚我就没听过啊，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女婿有这种东西的时候，也是觉得哦，好特别。 Glory be, 'tis the season for a slow turn. Cause we'll never know what they want. There's no 你的家人呢？你的爸爸妈妈是，是为什么会突然间？都是生病了。两个都是生病。对。哦，就你是讲同一年去世？哦，没有啦，一个是我 Form 2，一个是我拿 SPM。哦 ，SPM。Form 2是哪一个？妈妈。妈妈啊。对。为什么呢？生病都是。啊，是生什么病？突然间这样。细菌感染。细菌感染。对。是细菌感染什么？伤口细菌感染。就是他开刀之后手伤口愈合不了，然后就细菌感染。哦，他开刀，他是本来是什么问题？他身体有状况。对，然后他生一些讲出来好像是一种类似发炎这样的，发炎然后生瘤脓嘛，就要把那个发炎的地方给割掉，然后之后就伤口愈合不来啊，所以就变成什么了？妈不在意时候，真的那时就觉得，是蛮伤心一下啦，因为我从小到大跟妈妈比较亲的，跟爸爸反而没这样亲，所以那时是比较伤心啊。可是那时年纪也比较小啊，所以只会伤心啊，其他东西就没有想到这样多啊。就家里变空了哦，因为以前回到家里是父母都在啊，现在回到家就父母不在，所以就变得家有点空。就回到家永远是一个人对着4面墙这样啊。我爸爸也是，其实我爸爸也是在我14岁的时候不在了啦。哦。所以我还从槟城搬过来。哦。因为KL 会比较多亲戚这样。哦。然后就搬过来了。我爸爸是在，好像是在我11岁的时候，他就知道心脏病了的。然后，因为他的心脏有积水，所以医生那时候他已经给我妈妈知道说，他已经活不到5年，就是他5年内，就是看他可以活到几年，就是他活不过5年，所以我们是已经有心理准备。我的爸爸会这样啊，然后他是活了大概2年半这样，就在我14岁的时候就去世。我是不希望他走，可是我看到他的那个生病，就是很痛苦，然后我就希望他赶快走，因为太痛苦啊！每次看他很多插管插在他的胸口、嘴巴，因为他在后期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吸管插管呼吸。就整个很大洞这样插着，我就看到也是很心痛啊，我们就希望他赶快走了。虽然是舍不得他，可是不希望看到他那么的痛苦。这个我明白，因为我妈妈临走前是有这种情况，可是她没有到插管，那她就，我忘了临走前心跳有停过几次啊，就医生也一直问我们要不要抢救而已，可是后来我抢救了几次，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啊，因为。看他很痛苦这样啊活着，我们就是觉得 ，OK 很舍不得。可是看他这样辛苦，救回来之后他又很辛苦这样呼吸，就觉得很不舍得这样，就心想给他好走哦，不要救了哦。那种就真的因为OK 是舍不得，可是看到他这样子躺在病床上面很辛苦这样，又很痛苦自己，就心里又很过不去了，给他看到他这样子辛苦。那段的时，其实他死反而没有那么难受，他最难受的是他临终前那段时间是最难受的啊，因为你看着他躺在床上，你又他很辛苦，你又帮不到他这样，然后他你看他不救他又好像很不对这样，你救他又让他感觉他好像他又很痛，对，就那种心里很挣扎的感觉，其实那段时间反而是最辛苦的啊。
那你会不会有好像什么会有什么遗憾吗？还是你觉得你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你都已经尽了你的孝心，还是你会现在有没有好像爸爸妈妈不在？遗憾其实是有一个，没有拍过全家福啊。因为之前还小，我家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就没有想过拍全家福啊。然后就很可惜，然后我父母不在之后才想到，我们全家没有一张全家的合照，就觉得好像很可惜这样啊。对啊，有可能是这个不太值得遗憾，就没有一张全家福哦。就其他事情觉得这是最大遗憾啊。如果说是你跟你爸这样子有什么遗憾之类？就是有个比较可惜的点。很可惜，就是因为他很宠我，就是太早走了，不然就会有更多回忆这样咯。就我爸爸是很疼就对了，所以他一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见了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所以爸爸会很疼。因为他是很超的那个，就这样。就我爸爸会唱歌给我听哦，就是还会一直用我的名字唱歌之类的，然后买东西给我们吃，然后买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我要的东西他都会买。所以他会比较顺从我，比较宠我一些啦。那可能是爸爸比较聪明吧。他临死的时候就叫我们不要伤心啊，不要想他。可是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可能啊，因为还叫我们，因为他也知道他的情况，他也告诉我们他走了，就不要去想他之类的。可是这个不可能的会发生啊，就这样还是会想这样子。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几乎真的是social media那种父亲节、母亲节啊合照啊，或者是过年的时候一家团圆的照片，我很讨厌。讲真的，我是不讨厌看到，几乎不想看到他们照片，因为就觉得好像很刺激自己这样啊，就觉得自己那种悲伤的感觉。可是我觉得现在跟以前最大的转变应该就是以前会看到这种我都会流眼泪，然后现在的话就我觉得他们放出来，然后我也觉得开心啊，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那种开心的感觉，我是替他们开心啊，这样子哦。就是虽然自己没有，也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就要讲什么的嘛，就是人家有幸福了，也要祝福人家那种。就现在已经比较放开了，就现在看到也觉得OK 啊，很开心啊。我每次以前就是看到这样子的照片，我都会跟我朋友讲，要珍惜人家人，不要像我这样子，好像爸爸不在了啊，然后爸爸不在了，然后才来，好像要孝敬都不能啊，就是好像什么他们讲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子的感觉，我就每次都会跟他们讲啊。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我就跟他们讲要珍惜你们爸爸妈妈。这我倒没有这样跟我朋友讲啊。因为有时候他们就会好像小时候嘛，都会跟有些会跟爸爸妈妈吵架。我倒没有这种情况我只是就觉得我就会讲你们家很温馨啊，羡慕，就大家这样讲罢了啦，就祝福这样感觉就讲你家很幸福就这样的祝福他们这样就其实蛮开心，也可以跟人家讲一堆自己的事情这样，因为平时很少会跟人家讲这些东西的啦，平时都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八卦话题，今天难得讲一些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蛮开心的，可以跟人家讲的。第一件事是去旅行，不管是哪里都好，只要好好去旅行。然后第二件事可能是
拍一张全家福。因为我刚刚其实我有讲过了，因为其实我家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啊，所以我可能会想拍一张全家福。第三，为自己筹备后事，就是想好哦，我的丧礼要怎样，我想要邀请谁，我丧礼应该以怎样的形式，我要葬在哪里，我是要火葬还是土葬，为自己的丧礼做好一点哦打点，让自己的人生最后一段路就走到自己想要的方法。这是我人生想做3件事啊。这个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啊，就一定是会伤心的。可是这个伤心它是一个情绪来的，它一定会有一天一定会过去的。然后就放开一点哦，因为你的父亲还是母亲还是你的亲人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伤心，因为他也是希望我们开开心心的活下去，然后有成就嘛。所以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活下去，跟着他们的愿望，开开心心的活下去，然后，做一个有用的人哦，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啊，就一点点影响力也可以啊，就是可以帮助到帮助的人哦，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是很害怕的，就是因为我爸爸走了，我也很害怕我妈妈什么时候走。就有几次我妈妈去旅行的时候，我都一直叫我妈妈不要去，因为我就很怕她会想很多啊，就会想到可能她会在飞机上啊，还是什么。我以前是会这样子想啊，就有一段黑暗时期啦。可是我觉得可以度过了过后，你的心境会比其他任何人会更开阔一点。就是经历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会觉得，你已经经历过了，虽然不是你经历啊，你已经看过了别人的生老病死，你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害怕，会更勇敢一点。我们家里以前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过年过节坐着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还是对，哦，我也对我爸爸说我爱你，虽然你不在啊，可是。你的爱还是永远会存在我的心里面，到永久啊。然后我会相信我们有一天会相遇，在另外一个世界相遇。我现在过得很好，然后我会好好继续活下去哦。所以我会好好活下去，然后可以放心哦他们，这是我想做的啦。不要忘记点赞、按 like， 然后分享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别忘记了打开小铃铛哦，谢谢。